中欧投资协定被搁置后，欧盟27国与印度签协议，这是想替代中国的节奏吗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与欧盟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，但是最近欧盟却做出了暂停敲定中欧投资协议细节的决定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据法新社近日报道称，由于欧盟以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了制裁，而作为反击，中国也对欧盟包括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反制裁，因此欧盟认为当前的形势不利于讨论中欧投资协议的相关细节，所以决定将此计划暂时搁置，不予处理，并且欧盟还表示，如果中方想要重启协议，那就要解除中国对欧盟的反制措施。很显然，这对于中国是难以接受的。在此背景下，欧盟与印度展开了对话，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。据德国媒体报道称，5月8日，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视频会议，并且还签署了一份全面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计划。该计划被印度经济时报评论称，将在未来向相关国家提供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替代方案。从印度媒体的表述来看，这俨然是想替代中国的节奏啊！并且在会议结束后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还对印度大加追捧，称此次峰会是双方关系的里程碑，欧盟与印度关系密切，同时双方还存在着巨大的合作潜力等待挖掘。欧盟的这一表态无疑也是在暗示想利用印度来替代中国的存在。那么印度真的有这个实力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在第二波疫情正在印度国内肆虐着，每日不断新增的确诊病例已经让印度政府头疼不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印度根本无法与外界开展任何有效的经济合作。而且印度本身的经济又非常依赖于中国，就连目前最为重要的呼吸机和制氧机都需要从中国进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欧盟还指望印度替代中国，简直是一个笑话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中欧投资协议只是一个互利互惠的贸易协定，它并不是一国给另一国的施舍。就算最后欧盟与我国的协定没有结果，那受损最大的也只会是欧盟自己的经济，因为中国那庞大的经济体量摆在那里。最后我们还是想奉劝欧盟，与其徒劳地扶持印度，倒不如放开对中国的偏见，与我国展开平等互惠的经济合作，只有这样，欧盟才能得到更长远的发展。